大家好，我是张大哥。那大哥已经把香港来的这一颗M10引擎的6缸分油盘，也就是280 SEL 的或者是说就是280的这颗引擎的分油盘哦，它可能就是用在280 SW126 的280 SEL。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颗呢，是用在香港来的这个Wagon 哈 W460的280 G1上面。那我已经把这颗分油盘已经整修完毕哈，然后也经过校正了。那我们现在来看它的这个来做它的完修测试啊。第一部分我们来做它的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目标应该在1分钟的话，应该在170 ml 左右了哈。那这颗分油盘还没有整修之前，它的出油量大概都是落在130啊，因为堵塞所造成供油量偏低啊，也就是供油不足。大哥已经整修之后呢，我们的目标是能够在1分钟全油门在170，好，这是第一阶段的测试。那第二阶段的测试呢，我们要来测试它的模拟怠速10分钟的小油门的流量，哦，那我们来看看它跟未整修之前有什么样的差别。OK。好，大哥现在，打开电源，然后我们来看看它这个泄油压力，现在维持在4公斤左右了哈，因为已经加热很久了，也就是说，在这车子在正常的供油状态，也在达到暖车温度已经达到工作温度之后，那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我现在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开始。这个分油盘在未整修之前，它的1分钟的全油门只落在130 ml 左右这个跟标准值差了将近快40 ml， 所以说它会造成供油量不足也就是说它的空燃比会过高，产生车子马力不足，然后温度会上升，会产生高温的现象。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1分钟的全油门整修之后的测试的结果。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在175，第二缸也大概在172左右，第3缸172，第4缸175，第5缸172，第6缸175。以厂方的要求，误差范围是15%。这一次的测试误差在3%左右这成绩非常的优秀。那我们也看到它跟在未整修之前的出油量130 ml， 那已经差了40 ml， 那已经差了将近快20%左右了。所以说这为什么会造成车子很难发动发动之后呢香港话是要打泡啦打泡就是说它这个地方它会一直上下跳动，因为吃不到油。那接着我们要来做的就是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宾士 M10引擎用在
宾士的 W460 Wagon 上面的280GE 的分油盘完修之后，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我现在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泄油压力，目前一直维持在4公斤左右，它不会再提升了。好，开始。我们来做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由于这个阶段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我们的测试影片会分成2个阶段。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看它的那个测试结果。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颗宾士 M110引擎的6缸分油盘，完修流量测试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目前加热阀是在充分供电状态，然后系统压力也维持在4公斤左右。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电池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的出油量大概在200左右。第2缸大概在195，第3缸也在200，第4缸、第5缸、第6缸都在200沫左右。这次的程序测试误差大概在3%以内了，几乎完美。厂方要求是15%的误差，所以这次的测试的成绩非常的漂亮。这个香港来了这部 W460的280GE 的分油盘，整个测试阶段到此完全结束，成绩非常的优秀，恭喜这颗分油盘的测试成绩。希望它回去之后呢，能够让那部车子能够再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拜拜。